十大梟雄咧，商界十大梟雄咧，我就講咗3個啦。咁當然啦，即係 look back， 我覺得我講得最好嘅就係李嘉誠，第二就何鴻燊，李兆基咧，我自己覺得麻地，因為咧其實就因為李兆基個人咧就冇乜嘢戲劇性嘅遭遇嘅，比較少嘅，同埋佢嘅小道消息咧就好少嘅，我發現。即係我係盡晒力去搜索咧，都揾唔到李兆基咧就幾多八卦新聞出嚟嘅。其實，亦都咧大致上咧，佢由50幾年開始咧都係順境嘅。咁咧個人咧冇戲劇性遭遇咧，就冇乜嘢好寫嘅喎。即係等於我寫人物傳記咧，我中意寫嗰啲大成大敗嘅人喎。呢個係。咁好啦。咁就係，但係佢嘅代表性好強啦。我講過李兆基，咁去到第四個人咧，我就決定咧就講呢個黎智英噶啦，即係咁樣。咁同李兆基唔同咧，黎小英大家睇下，呢啲咧係我買到關於黎智英嘅書，其實咧已經擺咗喺度咧就半年。咁你要消化晒呢啲書咧咁樣。然後將佢成為一個統一嘅講法咧，都唔係容易嘅事嚟嘅。咁呢啲書咧，就主要咧好多都係嗱，除咗有一本就係呂家明講黎智英嘅，其他咧就一係黎智英接受訪問，然後咧就寫半傳記式咁樣嘅嘢，即係詹宏志就係咁做。另外咧好多咧係黎智英咧就講自己嘅。咁所以黎智英嘅資訊咧就好多，咁而我哋亦都親自咧就 experience 過咧就係好多。咁我首先要講點解要講黎智英。其實我一講十大商界梟雄咧，我已經係黎智英已經係入咗個入選名單。我嗰個 criteria 我話過俾大家聽，唔係完全睇你有錢多錢少嘅。即係咧，唐朝嗰陣時咧，就平定嗰啲世家，即係嗰啲家門嗰啲門第啊。咁咧就係永遠都係清河崔氏呢一個太原王氏，唔係太原李氏，即係呢啲咧，我哋蘭陵蕭氏，即係呢啲咧係排到好高嘅。咁其實咧呢啲咁嘅世家來自乜嘢咧？來自兩樣嘢。第一就係點解佢咁顯赫咧？就第一，佢係有200-300年嘅讀書歷史，咁於是咧就讀書咧係讀到出名嘅。第一，第二咧就歷代咧都相當多人做大官嘅。第三咧，佢嘅親家咧亦都係好顯赫嘅，即係互相結婚，即係咁樣樣係范陽盧氏、清河崔氏，即係呢啲係一等一嘅世家嚇。呢一個隴西李氏、太原王氏呢4家人咧係第一嘅。其實我哋呢一個蕭氏咧，亦都係咧係非常之顯赫嘅，喺唐朝7個丞相嘅。其實咧，咁於是咧就係皇室咧就好唔潤喎。嗰陣時就話咧，點解呢啲人嘅係排名咁高咧？反而我啲皇親國戚啊或者大官唔高。於是咧就喺嗰陣時咧，到咗呢一個唐高宗嗰時咧，就排過一次，就根據當時邊個啲官大啊，邊個同皇室嘅關係排咗個門第出嚟。咁但係嗰啲人咧唔服氣嘅，佢話呢個叫分格，呢個叫分格。分格即係點啊？即係分即係指呢一個貴族頭銜，分就係貴族頭銜，即係皇帝嘅長嘅貴族頭銜名銜。佢話咁咧就係分格，即係咧即係論官位嘅高低，就唔係論家世。咁如果論香港嚟講咧，就同樣啦。如果我講十大商界梟雄咧，如果頭10名就係講錢多嘅話咧 ，probably 雖然有啲我唔同意，但係咧就係有70%咧都係根據咗 Fortune 500或者呢個Forbes 500嘅咯，即係所列出嚟嘅香港人嘅名單嘅咯。咁咧就係呢個就叫錢格，就唔係分格。即係
大家要知道，錢多錢少係唔能夠足以斷定嗰個人係唔係商界梟雄。呢個at least呢個唔係我嘅標準，呢個唔係我嘅標準。我嘅標準係嗰個人呢，係喺一個好重要嘅行業上，即係你唔能夠係賣鹹脆花生第一咁樣夾新咗鹹脆花生，因為你將鹹脆花生剝咗皮去賣，即係咁樣呢，就唔係一個梟雄嚟嘅。你咧喺個幾重要嘅行業上邊轉變到個行業生態，即係帶領個潮流，即係呢一個係打破常規而建立咗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喺呢個行業上邊。咁呢個人就有梟雄嘅資格。而呢個人唔止做一次，做到兩三次呢啲咁嘅事出嚟，咁我就覺得你即係唔係好靠幸，即係唔係幸運嘅成，除咗幸運嘅成分之外，才能嘅成分都好高啦，即係咁樣係。咁即係等於我雖然唔係話好去到即係 top grade 嘅呢一個，好多有啲行業係 top grade 嘅顯赫，但係我係做好多樣嘢咧，都做到咧係有相當嘅成就嘅。咁所以咧，我都覺得即係呢個唔係僥倖嘅，即係呢一個即係譬如話做電視劇，咁我覺得我影響力好大嘅。做電影咁樣樣，咁就係呢一個做到唐伯虎點秋香啊、上海皇帝啊、即係跛豪啊、法內情啊呢啲咁戲，都影響力咧非常之大。然後就即係傳媒喎，即係做網台，係網台開始網台嘅風潮。做 YouTube 嚟講，又係嗰個收視率咧係橫數嘅。做生意嚟講咧，就係瓷磚雲石啊，佔咗香港60%生意，曾經係做呢一個美容院就做到第一，香港係第一嘅，曾經係變靚啲係。咁而家就係即係我啲生意都可以啦，即係咁樣樣係。咁呢個證明咧，呢個係咧，所以我覺得咧，我自己一生人咧都唔錯噶啦，即係個表現都唔錯噶啦。咁但 anyway 我就會講翻，遲啲會講翻，即係做生意嘅嘢，即係咁樣樣係。咁其中我做生意嘅成就，當然同黎智英爭好遠啦。當然咧，黎智英咧係10大商界梟雄。如果我咧，我自己數自己咧，係200名都數唔入嘅，即係喺香港做生意入邊200名都數唔入。咁但係第一就係黎智英入到10大梟雄咧，就唔係因為佢有錢喎。嗱，咁呢個第一就係我哋都要睇下黎智英有幾多錢。一個人如果太過窮嘅，係10大商界梟雄咧，咁就除非佢最近係破咗產嘅啫。如果唔係，你起碼成功過，你會有好多錢。有好多錢咧就好難冇 Q 晒嘅。其實係黎智英喺10零年前嗰陣時咧，就係詹宏志去訪問佢嗰陣時，佢初去台灣嗰陣時咧，就講咗由1蚊去到呢一個4億，去到5億美元身家嘅傳奇。黎智英落香港幾乎係斗零都冇，去澳門斗零都冇。咁呢啲嘢全部係白手興家。去到2000幾年嗰刻咧，佢號稱有5億美金，而黎智英咧係冇話到自己冇。咁我相信佢係有。咁咧嗰陣時有40億，即係大概40億港紙到啦。2000幾年，2000幾年有40億港紙咧係唔錯噶啦。我諗如果2000幾年有40億港紙嗰刻咧，佢喺香港咧可以數到入去50-60名咁上下噶啦，50-60名。因為佢嗰啲咧唔同啊，即係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咧係數過我自己有幾十億咧，但係嗰啲係股票價值嘅。即係黎智英嗰啲咧唔係股票價值嘅，真係錢嚟嘅，即係嗰啲係兩件事嚟嘅，即係咁係。因為股票價值咧可以砰一聲跌落嚟咧就冇 Q 晒，你未必兌現得到。咁所以咧2000幾年嗰陣時有40億咧好犀利，但係咧唔錯㗎啦，即係相當高㗎啦排名。但今時今日咧，我估佢咧就係連40億都冇喎，即係我估啦。我睇唔到佢呢10年咧增加咧係有增長嘅。
我諗佢 probably 剩翻20-30億啦。而家20-30億就好大鑊咯，即係排名咧排到幾百名外嘅咯，即係香港嚟講，如果講有錢嚟講，排到幾百名外。因為我識得有幾百億嘅人咧，有200億以上咧，我咁講，有過百億以上嘅人咧，我即係唔係嗰啲億萬富豪啊，嗰啲一面之交，我真係 personally 識嘅咧，都有30-40人，論百億嘅有30-40人。咁黎智英咧，如果佢有20-30億咧，如果攞錢嚟講咧，係排到200-300名以外嘅，即係咧，如果以錢嚟講咧，就當然係入唔到10大啦。好，呢個係第一個。